江湖，你要记牢，这条路是你爸爸自己选的，没得怨。岳山的话字字诛心，暗示了江其胜的死另有玄机。岳山认识江其胜的时候，雄心万丈的江其胜事业刚刚起步。那时江其胜开专柜，岳山被分配到他的加工厂，学过会计又给他兼过出纳。后来江其胜的事业版图越做越大，岳山升任财务总监，同时替江其胜打理他的私人账户。江其胜死前，他与沈贵的房地产项目出事，沈贵因楼房倒塌被判20年。江其胜死后，沈贵通知助理给江湖赚了500万，说是他和江其胜赌球输的。江湖心思细腻，他从父亲的旧照中猜到了岳山对江其胜的感情，利用其爱屋及乌的心理，再用那500万从徐思手里买下腾越的部分股权后，邀请岳山加盟。岳山的前夫是赌鬼，曾把他每个月辛苦赚的工资都花到麻将桌上，是江其胜鼓励岳山结束了这段糟糕的婚姻。怀着报恩的心态，岳山倾尽所有的帮助江湖，有他在，许多老员工也站到了江湖一边。一开始徐思很是看不惯江湖阴晴不定的大小姐脾气，但朝夕相处间，徐思爱上了江湖，江湖也从徐思身上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，放低了姿态。直到有一天，江湖从旁人口中听到徐思要卖掉腾越。腾越对江湖来说是特别的，它不仅曾是江家的产业，也是父母留给江湖的念想。但是对于在商言商的徐思来说，他做的是投资生意，腾越最好的归宿是卖给适合的厂家。收购事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，徐思事先没有征询过江湖的意见，事后也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江湖。他明知江湖不会同意，所以在没有想到万全的应对之策前拖一天是一天，结果江湖和他彻底翻脸。与徐思分手后，江湖去见了沈贵，问到了关于红蝶的事情。岳山在他离开3个月后提出辞职。后来两人相见，岳山拍着江湖的肩，说自己不想再回伤心地，开启了旅途。1年后，转做餐饮的江湖回去看了腾越，徐思没有卖他，而是将腾越与其他品牌合并经营。江湖见兜了3个小时，还是甩不掉徐思的车，下车踢了徐思的车门一脚。一晌贪欢后，江湖悄悄翻身下了床，快速开车离开，给徐思发了一条信息道别。此时的江湖已经知道父亲死亡的真相，他爱徐思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。20年前，江其胜和红蝶是一对恋人。江其胜走私，为自保他害死了红蝶的父亲，并抛弃了怀有身孕的红蝶。红蝶辗转生下了一对双胞胎，大儿子被人抱走卖给了高家，小儿子上幼儿园时出车祸死了。后来红蝶嫁进了徐家。徐思5岁时，父亲和叔叔去世，红蝶和徐思的母亲方墨萍撑起了徐家。方墨萍清楚红蝶和江其胜之间的恩怨，他体谅红蝶，钦佩红蝶的坚毅，在不侵犯徐家利益的前提下，方墨萍默许红蝶动用资源向江其胜复仇。红蝶设下了一系列的圈套，准备有了足够的证据就去自首，彻底扳倒江其胜。可是他没有想到，另一个向江其胜复仇的人正是他失散多年的大儿子高义。当年高义的养父被江其胜陷害致死，他的养母去了江家做保姆，暗中搜集江其胜的罪证。高义和江湖因为江其胜度过了一段并不愉快的青春期，高义的养母死于江其胜伪装的车祸后，高义离开了江家。20年后，红蝶知道了高义的存在，不仅在高义报复江其胜时助其一臂之力，还因忍不住对儿子的思念而频频出现在高义面前。高义起了疑心，查出了真相，他没有告诉江湖，只是对他的态度从冷淡打压变成了暗暗帮助。未婚妻去世时，高义通知了江湖，江湖带着叠了3个晚上的纸帛去参加了葬礼。江湖少女时期爱过高义，等两人再见，江湖分不清自己对高义的感情是初恋的爱慕还是爱而不得的遗憾，他哭了。高义向江湖道了歉，拜祭完江其胜后，因为无法承受陷害生父的良心谴责而自首。临走前，他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交给了江湖保管。红蝶知道后也选择了自首。徐思接管了家族企业，与江湖重修旧好。方墨萍担心江湖报复，话里话外总是暗示江湖知难而退。
江湖与徐思恋爱多年，徐思求了10几次婚，但一想到婚后种种繁琐，再加上方墨萍对二人关系不置可否，江湖一直没有同意。徐思急了，想方设法让江湖怀了孕，两人这才步入婚姻殿堂。10个月后，江湖生下了女儿。